15年以来最大的增幅，印度摆出了要打败中国的架势，其中存在多少误会？印度人认为他们有实力同中国竞争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态势下，国防支出的多少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如果美国是世界上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世界国防开支最多的国家。据资料显示，2021年美国国防开支预计达7400亿美元。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国防开支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军事实力的提升，但是到了印度这里似乎不一样了。为什么印度公开国防开支数据大增长，国内民众的反应却十分沮丧？据悉，鉴于边境状况，印度财务部长日前宣布将军事国防预算提高18.72%，用来购买新武器、飞机、军舰、枪支、无人机和军工制造的材料。具体金额为在2021至2022年间为国防部门拨款4.78万亿卢比，其中用于采购装备的国防资本性支出为1.35万亿卢比。这一巨大增幅也被印度称为印度国防资本性支出15年以来最高的增幅。据了解，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印度总体国防开支平均增长了9%。随着国防拨款的稳步增加，印度在2019年首次成为世界第3大军费支出国，超过俄罗斯，跃居第3。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让印度人为此欢呼雀跃。我们知道，尽管从纸面数据上看，印度的国防开支似乎为其撑起了一个军事强国的名号，但是其巨额军费却并没有用在合适的地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印度的国防预算在2021财年大约为667亿美元。大多数人或许会误认为印度将大幅的军费用在购买武器上，但是这是一个误区。以2018年为例，当时印度购买武器装备的资金只占到了国防预算的1/4，而剩下的资金又去了哪里呢？我们知道，印度的军工制造是出了名的万国造，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各国先进装备都收入囊中，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后期维修保护的问题。不同国家的武器有不同的保养需求，而印度国内薄弱的工业基础根本无法搞定较为复杂的保养工作，因此这方面的支出就占据了大头。不过钱是花了，但是维修保养状态似乎仍然是一言难尽，坠机等意外事故仍然频发，这可以认为是印度国民对于国防支出上涨并未感到兴奋的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跟中国有关，在边境形势严峻的当下，印度仍然落后于军费支出最高的美国和中国，其中中国的国防预算几乎是印度的4倍。尽管印度声称将大幅预算用于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是印度的表现却并未让印度国民看到任何希望。印度网友疑惑称，为什么1年前印度军队无法对抗巴基斯坦，但是今天印度却摆出了要打败中国的架势？还有人表示，印度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中国及其盟友竞争。谈判不成，印度对抗开始怎样转变思路？边境大量征地有何邪恶意图？为何说最后是必败之路？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目前中印双方部队在边境地区已经对峙了大半年，双方也展开了9轮军长级会谈，然而多次会谈并没有显著成效。不过谈判不成，发现印度又有新的动作，不是增兵和增加物资，这次他们转变了思路。为何说这是一条必败之路？近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在边境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印度国防部已经采取新行动。他们在距离中印时空线30公里处获得战略土地，将建立驻军基地。而印度国防部已经获得在委阿鲁纳恰尔邦时空线村庄的土地管理和使用权。印度村庄发展部已经将该村85亩土地征用，通知印度国防部。根据印度的法律，任何土地都能用于国防、铁路和通信目的。此前，印度内政部就曾提议征用这片土地，以便建立军事基地，并且驻扎军队。而在过去这几个月，印度国防部一直在逐渐收购中印边界沿线的战略土地，这也代表着印度对发展中印基础设施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之前印度国内一直反对在边境修建基础设施，因为他们担心公路和桥那些设施会方便中国入侵。而在这不久前，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就报道称，他们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中印边境的阿鲁纳恰尔邦建设了新的村落。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江南是中国固有领土，印度非法占领中国的土地，早晚都要交还中国，那里的人民也非常反感印度的非法占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设施，轮得到妖怪来反对？越是这样，我们更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常态化巡逻。
而印度立场发生改变是想学中国。印度也在东北部边境采取了类似征地行动，大量征地的目的就是发展国防基础设施，这是想和中国比基建吗？有网友指出，这就是在东施效颦，而且和中国比基建基本上是一条必败之路。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中国基建规模都远超印度。印度缺乏边境军事设施，只会加剧其和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印军曾吐槽中印边境基础设施差距之大，当你走在中印边境崎岖的路上，好几个小时没信号的手机会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欢迎来到中国。这表明了他们信号的稳定性。同时，你眺望实际控制线，能看到解放军军事设施，包括3层楼高建筑，连通着光滑平整宽阔的路。虽然差距已经摆明了，但是对于印度这个动作，还是要十分警惕。以色列15名士兵顺走黎巴嫩7头牛，黎巴嫩完成复仇，击落以色列最先进无人机1架。现场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近日，15名以色列军人非法入境，在黎巴嫩境内竟然堂而皇之地顺走了7头牛。按理来说，黎以边境冲突犹如家常便饭，死伤个把人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与之相比，丢失7头牛就更不值得一提。但是黎巴嫩国内却传出了一番激烈争吵，大多数主流媒体的声音是强力谴责这种偷盗行为，简直就是小盗，而且民众也跟随在网络上发声痛斥以色列就是小偷行径，并要求尽快奉还这7头牛。那么以色列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以色列方面就这么继续当鸵鸟下去，很大概率在国际上被慢慢淡忘，除非有谁闲着没事和以色列过不去，不然没人会为了7头牛去掺和其中。然而黎巴嫩就必须这么忍气吞声下去吗？其实不然，日前发生的一件事就很是让黎巴嫩警惕。据越南网站2月2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在推特账号上的公告说，一架无人机在参加以色列国防军行动时坠入黎巴嫩领土，没有数据泄露的危险，但是消息来源没有发布详细信息，例如飞机的型号和任务。同时，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部队宣布已击落的无人机被确认为以色列的霍尔莫斯450无人机，并补充说他们已经控制了残骸。霍尔莫斯450无人机是最新一代以色列国防部队部署的且更为先进的无人机，拥有先进的复合材料结构，并使空气动力学达到了最优效果，特别是在防空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得到了以色列国防部的后续订单。据事故现场发回的报道看，霍尔莫斯450的残骸图像显示了以色列执行此次侦察任务所揭示的关于无人机的完全不同的真相。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霍尔莫斯450至少携带了4枚小型导弹，但破坏力非常强，这简直太令人惊讶了。因为以色列以前从未承认过霍尔莫斯450是攻击性无人机，而只是一再咬定他们只是侦察机。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证据表明以色列人正在将武装无人机飞到该地区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土，并且还假称他们是侦察无人机。经过仔细观察，专家们可以轻松地将霍尔莫斯450携带导弹识别为一条小直径制导导弹，被以色列称为密克哈雷雷特。如今黎巴嫩可谓真是狠狠打了以色列人的脸，不仅为此前非法入侵国境偷牛事件扳回了一城，对比一架以色列最先进无人机和7头牛的价值，这其中谁赚谁赔不用多说了吧。况且以色列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损失了一架最先进无人机，而且让世界又一次看清楚该国道貌岸然的真面目。一张图引发热议，巴空军打算换装歼110C，或许就是与阵风对战。还有针对印度未来买的 S-300，敬请关注本节目。最近，一张疑似巴基斯坦空军的社交媒体截图引起热议。该图中说，巴空军打算把一支战斗机中队整体换装歼110C，代替现役老旧的幻影3战斗机。这张截图后来被证明不是巴空军账号，但这消息也不是毫无根据。巴空军换装歼110C去年已经有了端倪。中国与巴基斯坦空军的巡游演习后，据说中国把几架歼110C留下在巴基斯坦，给巴空军飞行员熟悉操作和训练。巴基斯坦装备歼110C不但要承担防空作战，就是与印度的苏30和阵风对战，还有承担对地攻击，尤其是反雷达作战任务。针对印度未来购买的 S-300，
从8空军换装的战斗机中队来看，这支中队现在装备的幻影3战斗机在8空军中是偏向承担对战攻击任务，主要原因是幻影3没有超视距空战能力，只能改行去对地攻击。现在换装歼160 C， 空战能力一下跃升到全8空军最强，而且对地对海攻击同样是全8空军最强，成为一支攻防兼备的作战中队。总结各大媒体的信息，歼160C 空战能力是优于阵风战斗机，主要2大方面。第一方面，歼160C 的机头尺寸大于阵风，歼160C 机头大约1米直径，可以装备超过1000个单元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阵风机头约0.6米直径，只能装备800多个单元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歼160C 的雷达探测距离和精度都优于阵风。第二方面，歼160C 装备与歼20同款主力超视距空空导弹 P215。这款导弹使用世界唯一的双脉冲发动机，而且末端飞行时依然有动力。发动机工作时射程超150公里，未计算无动力时的射程。阵风装备的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采用冲压式发动机，射程约120公里。综合来说 ，P215 比流星先进一代。从巴基斯坦空军组成来看，歼160C 对抗阵风或许不是首要任务，毕竟8空军还有 F-16和枭龙2款战机，他们与阵风交手旗鼓相当。歼160C 更重要的任务是对地，尤其是反雷达作战。S-460就是它的主要猎杀目标，原因就是巴基斯坦的 F-16被美国动了手脚，没有反雷达作战能力，而枭龙挂件少，载弹量不多，留空时间不够长，不太适合反雷达作战。俄罗斯一直说，中国买了 S-460，八空军飞行员可以在中国驾驶歼160C，模拟 S-460和 S-40防空系统进行实兵对抗演练，获得几乎实战的反雷达作战经验。这是巴基斯坦作为宝贵的作战经验，历次中巴的雄鹰空军演习。八空军飞行员或许已经多次参与这种战机与防空系统的空地对抗演练。在中国空军中，歼160B已经开始承担反雷达作战任务。到了歼160C继承下来，单发战斗机机动灵活，容易执行在复杂地形超低空空袭敌方雷达站的任务。另外，单发战机组成双机编队，容易模拟其他不同类型飞行器的雷达信号，欺骗敌方雷达。这方面，以色列空军用 F-16编队假扮民航客机就玩得非常溜。歼160C疑似可以挂载2个小型干扰顶舱、2个中型电子战吊舱、2枚重型反辐射导弹或者4枚轻型反辐射导弹、2枚中距离空空导弹作为防卫。2架歼160C作为反雷达作战小组，一次出动可以炸掉2个营的 S-460雷达。最后，网络上的截图也有可能是一种虚虚实实的宣传。当年歼20首飞前，局座在央视说，这只是歼10最新改进版，中国还要几年才能研发出第4代战机。1个月后，歼20就首飞成功。巴基斯坦空军装备歼160C，是空军从防御型转向攻守兼备型的战略改变。与其被动在空中拦截印度的苏30，还不如主动出击，深入印度境内的机场，直接炸毁他们的战机。